第264章，依靠自己。整洁的房间之中，床榻之上的少年缓缓地睁开了眼眸，脸庞上流露着一抹苦涩与哀伤。良久之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在萧炎盯着天花板发愣的时候，一股信息忽然地涌进了脑海之中，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惊慌，躺在床上，任由信息灌注脑内。半晌之后，方才开始阅读着这股药老沉睡之前的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次帮助。缓缓地将这篇修养的程序细细地阅读完毕，在信息的最后还有着一篇5品丹药的药方，名为负灵子丹。显然这是药老担心一旦他陷入沉睡后，凭萧炎的实力还不足以将海波东压制，所以特地将药方给传了过来，让得他在这1年内尽量寻找药方所需要的材料，以安海波东之心。老师放心吧，我会想办法让你尽快恢复灵魂力量的。这篇满含着药老心血与关切的信息，让得萧炎鼻子有些发酸，拳头紧握着，低声喃喃道。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檀香的空气，萧炎的心情也是逐渐地平静了下来，心头沉思翻滚着。如今药老陷入沉睡，一切都变得依靠自己，而失去了药老这张底牌，那他便是失去了对海波东的钳制能力。虽说海波东的体内有着药老所下的潜伏火毒，可那东西只有药老才有能力启动，如今药老一沉睡，那东西便是变得没有了丝毫效果。至于那负灵子丹，那可是5品丹药，凭萧炎的实力还不足以将之炼制出来，因此这最后一种能够制衡海波东的条件也是失去了作用。失去了这几种钳制，并且如果也被海波东知晓的话，恐怕不仅那1年约定会被强行报销，说不定他还会从自己手上强行将从他那里所得的残缺地图给抢夺回去。虽然这种猜测有些卑劣，不过萧炎清楚，合作一般都是建立在双方实力相差不远的前提之下。不管如何，在没有药老当护身符之前，萧炎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今萧炎的手上能够拿出手的便只有青莲地心火，虽然药老说了在戒指中遗留下了古灵冷火供萧炎使用，不过那需要2种异火融合的佛怒火莲，他再试过1次之后，实在是没有太大的胆子动用第2次，毕竟那实在是太可怕了。第1次萧炎能够有着药老护持，可第2次呢？说不定一个不好，真得被自己所搞出来的东西给炸死了。想起药老沉睡后所带来的种种烂摊子，萧炎头疼地摇了摇头。不过在这般沉思了种种之后，他倒是紧紧地记住了几条必须的东西。第一，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海波东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拥有斗皇强者的实力，同时也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炼制负灵子丹的能力。第二，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到可以快速恢复灵魂力量的天地奇物，只有药老重新苏醒，那么这些潜在的危险方才能够不会爆发开来。将这2条当下最需要办到的事情牢牢地记在心中，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挣扎着坐起身子，轻靠在床背之上，手掌一撑，一个冰凉滑腻的东西却是忽然缠在了手臂上。被这冰凉滑腻的东西缠绕着，猝不及防的萧炎心头一颤，左手猛地掀开被子。被子掀开，一条体型娇小可爱的七彩小蛇正缠绕在他的手臂上，似是察觉到光线射来，他昂起修长的脖子，淡紫色的蛇瞳愣愣地盯着萧炎。片刻后，蛇瞳中泛起一抹亲昵，不住地拿着头在萧炎手臂上蹭着，眼睛直直地望着这浑身七彩颜色因为进化而变得更加比以前深沉了许多的吞天蟒。特别是瞧得他眼瞳中那抹人性化的亲昵之后，萧炎那因为药老的沉睡而变得沉重许多的心情骤然松懈了许多，脸庞之上涌上一股灿烂的狂喜，小心翼翼地捧着七彩小蛇，咧嘴一笑，抱着他狠狠地亲了一口，低声笑道：乖宝贝，你醒得简直太是时候了。药老曾经说过，经过这次进化后的七彩吞天蟒实力能够与斗王强者相抗衡，虽说这或许距离斗皇强者依然有些距离，不过萧炎却不会忘记，在吞天蟒的体内还有着一位更加恐怖的灵魂——美杜莎女王。虽然如今因为吞天蟒意识的压制，美杜莎女王不能出现，不过萧炎却是清楚，若吞天蟒一旦遇有生命威胁，那么那曾经将海波东封印了几十年的恐怖女人
就将会再度冲破吞天蟒的压制，强行控制他的身体。所以萧炎只要将自己与吞天蟒间的关系培养得极为亲密，那么若是日后海波东真的忽然变脸，或者遇到一些必死的关头，吞天蟒体内的那美杜莎女王就将会是自己的救命稻草。想起这吞天蟒对自己日后的重要性，萧炎望向他的眸子显得更加的柔和了起来，手掌温柔地抚摸着他那光滑的鳞片，从那戒中取出一瓶半生紫金元。瞧得紫金元的出现，七彩吞天蟒那淡紫的眸子顿时亮堂了起来，尾巴不断地蹭着萧炎，嘴中发出迫切的嘶嘶哀求声。望着紫金元对这小家伙的诱惑力不减反增，萧炎彻底地松了一口气，同时心中略微有些庆幸，若非是自己侥幸地拥有这种吞天蟒最喜欢的食物，恐怕还真的难以与他取得这般亲密关系。小心翼翼地用空心小玉棍吸上几滴紫金元，然后灌进吞天蟒嘴中，望着他那闭着眸子巴咂巴咂的可爱模样，萧炎忍不住地笑了笑，将紫金元收好，然后将心满意足的吞天蟒放在枕头旁，略微沉吟后，从那戒中取出一枚药性最是温和的低级疗伤药，缓缓吞进肚内，微闭着眼眸，感受着那在体内化开的温和能量，嘴角微微抽搐着。虽然这股精纯能量极为温和，不过在修复之时，那近乎残破的经脉依然是忍不住地传出阵阵抽痛之感。对于现在经脉的脆弱程度，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任由那股温和能量完全耗尽，身体内也是缓缓多出了几分力气。在萧炎闭目之时，开启房门的咔嚓声却是忽然的在房间中响了起来，几道互相低声说谈着什么的人影轻轻地走了进来。当他们瞧得床榻上那坐起身来的萧炎后，皆是一愣，旋即满脸狂喜地扑了过来。小炎子，你可是醒了呀，你都昏迷5天时间了。冲得最快的萧丽欣喜地大笑道：5天了吗？闻言，萧炎一愣，旋即苦笑着摇了摇头。还好吧。萧鼎笑着走上前来，目光泛着欣喜，微笑着问道：暂时还死不了。萧炎嘴角扯了扯，笑道：小家伙，当真是深藏不露啊，没想到你还真的去把墨家大长老给宰了。萧丽拍着萧炎的大腿大笑道：哼，是海老先生告诉我们的，不过只有我们2兄弟知道，其他人并未外传。一旁的萧鼎瞧得萧炎的诧异，指着身后那笑而不语的海波东解释道：海老有劳了，这次若非你出手相救，恐怕我还真是得挂掉。深深地盯着萧鼎身后的老人，没有了药老作为底牌，萧炎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斗皇强者竟然能够给予人这般强大的压迫。哼，举手之劳而已。不过萧炎兄弟实在是有些让我佩服啊。那天你所制造出来的爆炸，太恐怖了。对于萧炎的道谢，海波东笑着摆了摆手，对着萧炎竖起大拇指，笑声中的那抹佩服并非是假装。我也是头脑忽然发热而已。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我知道你那时候肯定是头脑发热，正常人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的。海波东玩笑道，目光在萧炎身上扫了扫，皱眉道：你的伤似乎很严重啊。哼，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能让自己变得比蟑螂还顽强。萧炎淡淡的笑道：你连那东西都能同时拥有2种，说这话我倒是不怀疑。瞧得萧炎那并没有太过担心自己伤势的模样，海波东微微点了点头，这家伙果然底牌不少啊。对着海波东客套了几句，萧炎偏头对着萧鼎与萧丽说了10几种药材，然后让他们迅速帮自己凑齐。目送着萧鼎2人点头离开后，萧炎又是将目光投向了海波东，微微笑了笑，从那戒中取出笔与纸，在海波东疑惑的目光中写上了几份一看名字便知道是那种稀有之物的药材。海老，这次的救命之恩我也不再与你客套了，这几种药材都是炼制负灵子丹的主要药材，我将它们给你。你若是什么时候侥幸遇见了，那就想办法弄到手，等药材齐全后，我便动手帮你炼制。将纸片递给海波东，萧炎轻笑道。闻言，海波东先是一愣，紧接着苍老的脸庞上涌上一抹狂喜，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纸片，仔细地将上面所写的药材记在脑中，
然后郑重地收好纸片，对着萧炎拱了拱手，沉声道：“萧炎兄弟，承你如此坦诚相待，老夫感激不尽。我海波东既然说了会保护你1年时间，便定会信守承诺，你就安心养伤吧。这段时间，就算是云岚宗宗主找了过来，老夫我也给你挡着。”望着那豪气干云的海波东，萧炎笑着点了点头，将药方中的一些药材给予他，倒还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决定，既将之安抚下了，又取得了他的一些信任。接下来便是需要全力养伤了呀，距离2个月的云岚宗之行已经不久了呀。轻靠在床背，萧炎在心中低声喃喃道。